台湾近期讨论度很高的茶经刚刚完结大家除了被剧中的感情线虐爆之外，也看到了茶在台湾最蓬勃的时代，甚至是被这个戏中可爱的制茶师给圈粉。而今天就让我们趁着这一波热潮，一起来认识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大家到饮料店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大吉岭啊、伯爵、金萱、铁观音、四季春等等琳琅满目的茶种。但是对于他们到底差在哪里却常常搞不清楚。有的时候呢，就只能看心情或是看名字随便点一种。但到底为什么茶会分那么多种？它们之间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查查看吧。只不过在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家的小朋友很偏食，不太喜欢吃饭，辛辛苦苦准备给他的饭菜，总是吃3口就放弃了吗？盲狗狗素养教育第2季认识食物绘本，这次要帮家长们拉近孩子与食物的距离。这是一套带着小朋友认识食物、亲近食物、尊重食物的绘本，由曾经荣获多项国内外设计奖的台湾团队操刀，用我们日常最熟悉的豆浆、米浆、柠檬爱玉，还有木瓜牛奶等等，打造在地美食的趣味故事。内容不但请来了幼教顾问兼修导读，还获得了饮食旅游作家韩良义老师的大力肯定。现在这个第2季的新绘本在嘖募资中，期间限定的优惠组合最低只要54折。而且呢，在募资的期间还会开放整本限时试阅，担心踩雷的可以先看看再决定，而还没有小孩的也可以分享给你有小孩的朋友。现在就点击下方的资讯栏，立即试阅全新的盲狗狗素养教育第2季认识食物绘本吧。除了水之外，全世界人最常喝的就是茶喽。它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饮料。每年全球茶叶的产量超过了350万吨，换算起来几乎等于每天全世界都喝掉38亿杯的茶。不过，虽然全世界有超多人在喝茶，但是大家喝的茶却可能都不太一样。举例来说，光是在台湾，我们常见的茶就有分成像是红茶、绿茶、乌龙茶、抹茶等等。而光是红茶还可能会再分成大吉岭红茶、锡兰红茶、阿萨姆红茶、伯爵红茶，还有这个蜜香红茶之类的。那到底为什么茶会分成那么多种呢？其实这是因为根据茶叶的品种、种植的产地以及制作的方法这3大面向，只要有一个地方出现一点点的改变，茶的味道就会出现很不一样的变化。那首先我们可以来看看茶的品种，也就是先天条件会怎么影响它的味道。一开始我们可以先来认识品种部分。基本上呢，茶树们大致上面可以分成大叶种或者小叶种这2大种类。那因为大叶种通常会含有比较多元的酚类物质容易苦涩，味道也比较浓烈，所以味道呢常常会被形容成是雄浑带劲。而这个小叶种的话呢，它含有的低沸点香气物质通常会比较多，味道呢也会比较细致跟甜柔。只不过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是同一种品种的茶树，如果种在不同地方的话，味道也可能会差很多。因为日照有多强烈，天气冷不冷，昆虫的这个侵扰多不多，都会导致茶树生产出不同的物质。普遍来说呢，温暖的产地或者季节就容易让茶叶的味道比较苦涩跟强烈，而寒冷又温差大的地方，则容易让茶叶的味道比较甘甜圆润不苦涩。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喜欢高山茶的原因。那我们刚刚说到的部分呢，都比较接近先天条件带来的不同风味。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在茶叶在摘下来之后，怎么透过后续的加工来变化出更多的面貌，而这个部分也是制茶师最重要的工作。要知道茶为什么会分成这么多种以及这么多的味道，其实很重要的呢，就是要来了解茶是怎么做的。因为经历的步骤不同，就会让它们变成完全不同的茶种。那在制茶的流程呢，我们通常会把它分成6大步骤，分别是采摘、杀精、萎凋、揉捻、氧化跟干燥。首先在采摘的部分呢，因为这个茶叶的芽、叶跟梗的味道都不太一样，所以你摘怎么样子的茶叶，味道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像是这个茶芽其实是吃起来最苦涩，但味道最浓郁的，而茶梗的话反而没有什么苦味，却很清甜。而至于成熟的茶叶呢，就比较有香气。因此你想要呈现怎么样的味道，就要摘采相对应的茶叶。那像是我们常听到这个1星1叶到1星2叶等等，就是在说要摘什么样子的茶叶。那等茶叶摘下来之后呢，接着就是要考虑要不要发酵了。
大家最熟悉的大分类，也就是红茶、绿茶、乌龙茶，其实就是依照发酵程度来区分的。红茶是全发酵茶，而绿茶是零发酵茶，而像是乌龙茶呢，则是半发酵茶。而我们台湾常见的各种茶类，例如像是金萱、四季春、铁观音呢，都是属于半发酵的乌龙茶。而我们刚刚提到的制茶的第二个步骤杀精，其实就是要透过高温来终止茶叶的活性，避免呢它氧化或是发酵。因此，完全零发酵的绿茶在茶叶摘下来之后呢，就要先杀精。但是呢，半发酵的乌龙茶们，则是要先经过一段的步骤之后才会杀精。而至于已经完全发酵的红茶，则不需要经历这个步骤。而接下来的像是萎凋啊，还有揉捻，只是让茶叶有办法发酵的最重要步骤。萎凋主要呢是要让茶叶内部的水分变少，渗透压改变，使茶叶内部有办法进行氧化作用。这段时间的变化会决定最后茶叶香气的呈现。而揉捻呢，则是要透过搓揉，让茶叶内部的这个组织被破坏，来使发酵的程度可以更完全。而下一步接续的这个氧化步骤呢，其实就是把揉捻的茶叶静静的放着，让它们氧化。而刚刚被破坏的这个叶肉组织里面会有茶多酚、茶氨酸等等的物质，等它们氧化之后呢，就会产生出香气、滋味还有茶色上面的变化。像是在氧化之后，原本苦涩的茶多酚会变少，并转变成具有鲜味啊还有甜味的茶黄质，或是带有酸味的茶红质等等，进而形成像是甜香、花香、奶香、水果香或者是香料香的这个风味。例如呢，你在喝红茶的时候，如果会觉得有点酸酸的，或是喝这个金萱乌龙茶的时候，会感觉到它带有的奶香、花香时，就是因为它们有经过发酵，转化出了不同的香气还有滋味的物质。而在发酵之后，制茶的步骤终于要来到最后阶段了。最后一步的干燥是所有的茶类都会经历的步骤，主要呢就是要把水分压得很低，让茶叶可以容易保存，不会发霉。同时呢，也有助于维持风味。但有些精制茶干燥之后，还会再进行烘焙啊，或者是熏香，创造出更多不同的风味。举例来说，像是茉莉绿茶或是桂花乌龙，就是利用茶叶特别会吸收气味的特性，摘下花朵与茶叶一同熏香，让茶叶充满花朵的香气。而烘焙呢，也会分成像是轻重中的烘焙。以烘焙来说，就可能会让茶产生类似烤吐司啊，或是糖炒栗子般的这种坚果调的味道，例如像是冻顶乌龙就属于这种。但说到这边也要顺便提醒一下，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步骤们呢，其实比较偏向台湾茶的制作流程，其他国家的茶制作的流程可能会不一样。像是日本的抹茶呢，就是用高温蒸汽快速杀精之后，再将茶叶细磨成粉，跟台湾茶的做法很不一样。在茶的味道里面，最基本的3元素其实就是甜、苦跟涩，而这主要呢是由茶叶中的茶氨酸啊、咖啡因还有茶多酚所带来的。而这3种元素在前面所讲的品种啊、种植场所跟制作方法当中，都会产生出上千种的变化，演变出不同的滋味。那除了这些味道之外呢，让茶更迷人的其实还有香气。根据科学家的分析茶叶内含的这个香气物质种类多达700种以上。那在不同的制成的诱发之下呢，就可能会让某种香气更加明显。因此，在不同的品种啊、不同的种植场所以及不同制成的交互搭配之下，就让茶产生出千变万化的滋味。但这些滋味要怎么才喝得到，其实也还有学问所在。泡茶呢，其实就要溶解茶叶中的物质，让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甜啊、苦涩、酸香都能够被释放出来。而要做到这点，水温、浸泡时间、浓度比例以及泡茶器具都是可以关注的面上。举例来说，通常在水温越高，茶叶里面的物质呢就越容易被释放出来。但相较于具有涩味的茶多酚以及有苦味的咖啡因，需要依赖这个高温才会释放出来具有甘甜味的茶氨酸，就相对可以在低水温、长时间的浸泡条件当中释出。而这也是冷泡茶会相对滑顺、甘甜、不苦涩的原因。只不过相对的呢，它的香气也会比较不足。那如果你希望能够有足够的香气，但又不要太苦涩的话，掌握时间就很重要。通常专家会建议泡茶初学者可以以 0.5 分钟作为泡茶的时间单位。例如呢，在第一泡的时候，为了要让茶叶有时间湿润并且展开，可以泡2个 0.5 分钟。而第二泡就只要泡1个 0.5 分钟就好，因为在高温的情况之下，物质会快速的释放，所以时间要短，这样子茶汤才不会太苦涩。但因为在前2泡当中，许多的茶叶中的物质都已经被释出了，所以在第3泡之后，就只能每次再增加 0.5 分钟，不然茶的滋味可能就会不够。另外，随着每个人喜欢的口味浓淡不同，1克的茶叶搭配的水量建议可以在50到100毫升当中调整。泡茶的工具也可以随着这个自己的喜好来做调整，例如像是传统茶具的热泡、单人马克杯的温泡，或者是冷泡茶的冷泡，都是很常见的选项。
那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志祺七七，请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才能够在每天晚上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而在这边，我也要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主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这个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或是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的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哦，这次我们在研究茶这个主题的时候，也有搜集了一下团队的大家对于茶的认识有多少，但实际上呢，有发现大家知道的都超级少。虽然台湾喝茶的历史这么久了，大家呢也常常会在饮料店里面点金萱啊、四季春、红乌龙、铁观音来喝，但大家几乎都说不太出来这些茶不一样在哪边。反而呢，大家还对咖啡豆比较熟，例如会知道某咖啡豆的产地在哪里啊，烘焙的这个深浅的如何，滋味带有哪些特性，并且会依次去挑自己喜欢的咖啡。但回到茶的时候呢，大家通常都是随便点一杯，顶多只会知道呢，自己比较喜欢红茶、绿茶或是乌龙茶。因此，今天的这个影片也等于是为我们自己铺上了了解茶的第一块砖，让我们知道可以从哪些面向去了解我们喜欢喝的这些茶有哪些特色，而这些特色呢又是从哪里来的。那最后也想问大家哦，你最喜欢喝哪种茶呢？浓烈有麦香的这个阿萨姆红茶， B 口感清新自然的碧螺春绿茶， C 具有奶香以及花香的金萱乌龙茶， D 重烘焙具有巧克力调香气的这个铁观音乌龙茶。依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茶为什么有那么多种。此外呢，也可以你这个地方看精品咖啡是什么，以及拉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口味。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